这些物主哦，真的是很奇怪的。摆设品嘛，应该摆设出来了，但是他把它收在箱子里面呢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委屈你们两位了哦。来，让我看一看今天状况。OK， 住了半个世纪，50年了。我是工具人，什么是工具人我不明白，但是我听到半个世纪很可怕。50年杂物不是堆积如山，真的有耐心，等我50年，等我今天来帮你们，哇，真的不容易做，上去看看。我的名字叫徐医师啊，我差不多26岁就申请住到现在已经快50年了。现在的客厅很多杂物这样了，看的心情好像伤心啊。我是苗金，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。以前就不想回家，因为你一回到家，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就因为我们的妈妈在4年前去世，所以就觉得可能是时间，我们应该清理那个家了。我的问题就是不懂得断舍离这样啊。哎，工具人，像我明白什么叫工具人，原来这么多工具在这里，为什么那么多东西的？你关风扇了没有？洗碗了没有？你记得锁门了没有？3点，你少了1点。Morning， 早上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徐先生就。徐先生你好，你是女儿？对，苗金。苗金你好，你好哈。首先我要问一问哈，请问门口这张纸是谁写的？什么提醒？是提醒爸爸是吗？这个我大女儿写的，有时那个。小孩子他出去就是没有跟我关门，没有跟我关风扇。哦，这个铁门没有关，那些猫会跑进来。哦，你们是怕猫跑进来，不怕屋子脏，少了1点呢。你大女儿写一点，要记得收拾干净。这间屋子啊，我进去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乱，但是觉得很多二手的东西，就像一间二手店哦。他们说你是工具人，什么意思？以前是做工那些工具很多，因为我是在做船厂的嘛。说你会修这些东西的，修船啊这些都会啊？对。哇，那很专业的哈，做了多少年了？20-30年了。OK， 那我问你了，为什么收那么多工具？为什么都不要？很多我发现是生锈的。对呀。对吗？对呀。啊。就是没有办法，我的大女儿就写在这边了。写在那里？清工具3年以上没用的，叫我丢掉。我等一下，请问你大女儿有在家吗？她去做工的。你可以叫她辞职吗？第4系列我跟她一起主持，因为她懂得怎么做了，她懂得教你怎么清工具，3年以上不用东西都丢掉了。我完全不知道我女儿跟我报名这个节目。她臭骂我一句，就是说不要来烦我。然后隔天她自己打电话给我，说可以了。因为清了做东西，这个客厅就比较好看一点。刚才进来，我稍微瞄了一下，我觉得这间不像家，像一间二手店呢。请问从哪里拿来？这种有些人家是在楼下丢的啦，捡上来咯。你家这么多人丢这些东西？有，还好好的，只要把灰尘抹掉的话，它的还可以用的。它的真的感觉很新哎。就很奇怪，他说他的这些东西在楼下拿的，我有点怀疑了，因为不可能他邻居每次都会丢这些二手的，我相信他是整个新加坡只要看到街上有的，他都捡回家了。我觉得可能因为之前我的公公他喜欢就是在楼下捡东西，然后就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一个地方卖那些捡回来的东西。这个书可以看了吗？可以。又是写那么多东西，这个什么来的？什么情感丰富？我不懂啊，也是捡来的。所以这个跟你们没有关系的，是别人的日记啊，也太厉害了！别人的日记你也收起来，然后你也拿来看，你看过吗？一点点啦，看一些而已啦。哇，你还真的厉害！我现在反正不想访问你们了，我想访问你邻居了。你邻居真的是很特别的。这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但是我看那边很多箱子，很多东西，我有点好奇，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？客厅人家是摆沙发、摆餐桌，你摆一张床放东西，厉害！这张床是从哪来的？这是我女儿的，她已经买个新的床，那个旧的。后来我的沙发丢掉了，拿个床放这边。应该是爸爸不舍得。对，我不舍得。你竟然把沙发丢掉，然后留这个，你很奇怪嘞。我本来以为我那些东西清了啊，我该睡在这边嘛。
哦，本来打算是放床这边，然后有时睡午觉可以在这边睡的啊，对呀、然后这个是摆放东西，上面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杂物跟二手货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你做工具人，我相信工具不止门口吧，还有工具在哪里的？在这个床底下。哇，都很重哎的东西，哇，很多哎。还有什么东西要办？很多了，这样不是？没有，那边不要，我把一半给你看就好。哦，所以这些全部是你的工具啊？对，哇，哇，真的是嘞，都是你的一些工具哎。你看都已经生锈到都不能够用的吧？我没有看过家里一个所谓锁什么橱也好，锁什么东西，冰箱也好，没有那么大的洞的这个。没有，这个是 farm 的这样大力的螺。对呀，你都讲了，这个跟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有，已经知道没有用，你留下的原因是在哪里？留恋，不想丢。低着头看这些工具，就是我比较怀念，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种东西，就是离开船厂这样久，又没有用到这种东西，所以有一点怀念。写得很清楚嘞，公公的遗物，还记得里面是什么东西吗？应该是一些算盘的这样。哦，对，我没有讲错，真的是一打开就看到算盘呢。哇，这个是他以前的算盘啊。请问公公几岁的时候往生？103哦。 103很长命哎。这个又是什么宝物？他的相。坐在中间的这一位是。这个是我爸爸、我妈妈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信，我可以看一下这封信吗？这封信是谁写的？打此新春佳节，祝兄弟大家平安、快乐、健康。我爸爸的弟弟，我叔叔就是。所以他们是在1993年的时候从中国寄来的信。对，中国寄来的。所以他们是通过书信来联络，对。哇，这个你没有经过，现在是因为现在都是传简讯嘛，对， 1秒钟就过去。你懂，有时候你等信那种感觉，你会兴奋吗？你会在楼下等，结果等不到很失望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了，真的，现在没有经历，这个是很有感觉，而且是亲手写的。对。当我看到这个公公的一些遗物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感到很欣慰，因为原来他的孙女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些东西，里面很多故事。你看他以前来新加坡的那些证件，你看他是真的中华民国侨民登记证，我自己都没有看过。哦，这个我第4个弟弟送给人，因为我母亲讲太多孩子了，所以邻居有一个他就送给人。哦，你不懂啊。他们都没有好好坐下来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。我希望呢把它保留呢，改天还原它一个很舒适的客厅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坐在饭店一边吃一边拿这个遗物了，大家聊一聊以前他们公公是怎么样过来的。如果不是我们加减乘除哈，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故事跟回忆。我也不懂，我有第4个 relative。对，你都不知道。那个哥哥还是弟弟还有跟你们保持联络吗？没有。对。说你现在不懂这位弟弟去了哪里，没有办法联络了。没有。OK。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？你看徐瑞清，瑞星。徐瑞星，如果真的看到这个节目的话呢，哥哥在这里。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，回来找他哎，不管你在中国也好，在世界哪个各地也好，如果你看到这个节目，来新加坡找他 ，OK， 好。然后重点是你觉得你自己这个家这个客厅，爸爸有什么要求？给他焕然一新啊，焕然一新 ，OK。这些白色饼可以做一个橱跟它放回去一样。然后当然还需要一个很舒适的客厅沙发给你看电视。孙呢？你孙常常也会来这边，对不对？你的女儿、你孩子也会来，对不对？需要一个角落是给你的孙的吗？对。3代同堂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一起聚在这里，好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就让我们加减乘除，一手包办，把你所有2手东西全部加减乘除，跟它断舍离，交给我们 ，OK？阿曼，你喜不喜欢博物馆？哦，喜欢。博物馆展出的物品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我觉得很有趣。那太好了，现在马上带你去参观博物馆，来。我是 Roland。好的设计应该兼具美感与实用性，为生活增添便利。开门。来，请进。怎么样，Roland？第一个感觉？真的好像很旧啊，收纳的空间好像都根本没有，一个收纳空间都没有。然后因为楼层可能比较低嘛，所以光线也是比较差。光线差了哦，它还把这个东西遮住，更加暗淡，对不对？对。
我其实是有点难过的，因为呢，跟我想象中的博物馆有点不一样，但是也是蛮兴奋的，因为希望呢，能从当中找到一些珍贵的物品。爸爸女儿 Hello， 早上好，来，站在这里，站在这里。 OK， 现在第三呢来了哈，重点是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客厅？你们有什么要求？客厅要有一个橱柜，可以放一些书籍跟一些摆设品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给那个小孩子玩耍。 OK， 看不可以放一个那个餐桌在这边，还有一个可以做一个好像那个烤德巴这样。好的吧，哇，4样东西啊。都搬来做什么？对吧？我们可以站在上面看报纸或怎样啦。然后你需要一个沙发跟看电视的地方吗对，要。 5样东西，还有吗可以？吗？要求会不会太高？不会，你先说，你要求不代表我们给你的。是多。多啊！嘿，我觉得很考功夫哎，因为它客厅的面积不是很大，这5样东西你有办法容纳在里面吗？我们会尽量啦。我们公司也是专门就是对那种小的空间然后把它好好利用。对，当然他们是肯定有经验的。那还有什么要求吗？因为这个地砖很难找，这个是意大利的地砖来的。是。OK， 爸爸想要保留这个地砖，这个地砖真的是很难找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 Terrazzo 的地板嘛，现在如果你去砖行应该是找不到的。哇！然后这个 Terrazzo 可以连得很密对，然后很耐用，很耐用。这个应该有40-50年了吧？ OK，有，不只是地板，还有墙壁，那个墙壁的砖，而且他们蛮聪明哦，还利用它来吊衣服。你们要保留吗？说真的，爸爸，要保留。你要保留这个设计啊？这个我们看怎样安排。哇，你弄到很难给的，尽量了哈。电视机是在那边了，所以有一个吧台可以坐在这边的话我可以坐在这个高的椅子上，可以看到电视，或者是在吧台上面可以看一些报纸。其实不错，爸爸已经设计好了，他就跟你讲，电视机可以放那边，吧台放这里。但是你有信心把一个吧台也加入在你设计里面当然。真的可以啊！哇，我真的很期待，我现在全国观众也很期待看你的设计。这么小的空间可以做这么多东西的话，交给你了，加油加油！谢谢。我是 Ray， 整理不只是收纳，而是通过不断的取舍，深入了解自己的过程。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收纳达人 Ray。Hello， 你看到这个整个客厅感觉如何？感觉上很像一点回到过去，很像来到一个你是有跟我一样的感觉？对。OK， 那我们开始收纳这些宝之前呢，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搬掉先。 OK， 我们再开始收。请小帮手帮忙一下好吗？谢谢。先把沙发先搬走哈。我们需要这张桌子呢，摆放所谓身后的一些宝贝哈。OK， 单单就从这2个电话开始就好，我们是可以取舍的吗？还是2选1？ 2个都要。其实这2个。等一下，听他讲完是不是？我还没有开始，2个都要了。因为就好像这种有一点古董这样啦。有些收藏品，如果你看了，你真的很喜欢，你看了你真的很高兴，要收是可以收，分量我们当然要适当一点。比如说，如果有5家电话，我们就不要收5家电话，我们就收1家2家就 OK 了。对。然后，因为这些都是摆设品嘛，收藏品，我们就真的要到时候真的要摆设出来。我觉得瑞很疼你了，他已经暗示了可以收1个2个，就表示这2个允许你收。这2个先暂时先 OK 先。我当然担心了，因为我们收过很多家里的东西，都是一些杂物啊、没有用的东西啊，或者一些有纪念性的东西。但是安哥区他家里的东西呢，都是收藏品，而且分分钟都是价值不菲的收藏品的，怎么可能丢呢？哎呦 ，OK， 感谢你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找到了什么宝物。这什么的？好像我没有看过哎，这个是打鸡蛋糕的，不是按摩的，是按摩头的。你用那面粉放在一个桶，用水这样打，现在你是用那个机器来这样搞吗？搅。以前是这样打嘛，我们在钢工的时候。钢工人说你是是留到现在应该几10年了吧？哇，应该有了。这件物质都50年，这个肯定超过50年了。应该超过了。还会用吗？可以用啊，假如你要复古就用了。这个还可以拿来用啊，这个是铁哦，这生锈了。生锈了。生锈你也可以弄干净吗？这个是铜来的吗？重点你还需要用到这个吗？没有，这个只是要白色品而已，变成白色品。这个是白色品。好，来这个我有看过，这个是以前我的年代我见过了，买猪肉买什么来称的是吗？你就有用啊，爸爸？没有用，没有，我以为你什么都有用。没有，这个是白色品了。这个可以收哦，算是一个很特别对吗？收这个可以让他收吧，我觉得。它其实蛮
站位哦。站位就不要了对哦。，这样他很快哦，他直接不要就不要，要就要。好。不是，对就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些反而应该留的你不要，跟那个打蛋的你要，这个很特别嘞。因为他讲说这个太占位置了嘛。不如我们去联络一些二手店，看他们能不能够收，或者你可以卖，看他们会不会要买对过去对，这你们些古董的东跟我这西。样哦。在处理这些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时，不妨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物品不在了，不代表回忆消失，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经历。我们必须适当的放下属于过去的物品，才有空间享受现在和未来。这个是真的，因为我好奇就是它有这个脚啊。是蛮特别的哈。啊，我要收这两个，因为我看它的脚，可是生锈了。生气我可以油漆吗？那倒是真的。安哥看得很像很高兴，想要自己有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功课，有 project 要做这样。哦，OK。对，OK 啦，可以啦。这两个我就让你留下来哦蛮简单。找了电话，找了灯，这里还有相机哦，哇，很多。哇，而且这些是比较旧的哦，真的是那款式。没有，这个是用有 film 的 film。我爸，你以前是喜欢拍照的吗？没有。哦，没有啊，只是收而已。哇，真的是有的哈，不是开玩笑的哈。还有吗？有些已经我卖掉了，卖掉是那些好像你们那边有个那个电视那个啊，现在这些卖不出去的，他就用的哈，其实卖得了嘞，安哥。对啊。对，有人说现在没有人要了。安哥都不想收了嘛，我们就把他们一次过送给那些喜欢收藏这些古董的。刚才嘛，一直指状，导播指什么？指哦，我们助导要啊。我还要 OK 啦，来。真的吗？你收藏的？OK，我们全部留给你。我就觉得昂哥区本身哦，他其实懂他的问题在哪里的嘞。他囤积很多那些不需要、不用的东西，他还留着嘞。他是要丢的，只是没有找到对的时间、对的人来教他什么丢而已。所以现在碰到我们加减乘除 right timing。手套，这些都是你当时在做工的时候收的。对呀，哇，这些手套就是以前做那种铁工啊，是我们有烧焊的吗一？定会用。修船的，烧焊在家里啊修船是不会用到这么专业的一些手套的。因为烧焊，以前烧焊呢，我还有烧哦，这个。啊，烧焊用的。哇，真的嘞！哇，这个真的看不到你的脸了。后来我收藏这个是要看那个太阳，以前有那个太阳可以用这个黑，看太阳做什么？因为有时候你这个日式嘛，哦，日食啊，啊就是那些因为怕直接看到太阳哦会伤到眼睛，他用这个来看。用这个咯。太厉害了。有拿来成功看过那个日食有吗？看过，但是没有看到很清楚，因为太严了。你跟爸爸住了这么久啊，你懂不懂爸爸收的这些东西啊？你完全不知道的啊，你是他女儿吗？我开始怀疑，我是路过的。真的完全不知道爸爸收这些东西啊，连爸爸现在都没有用到了嘞。捐出去咯，瑞，像他的手套，你看有些都发霉，发霉的就可以，就好像这种。变黄了，这些就一定要拿去扔掉了。扔掉哈。对我，觉得这些还好，这两个。啊，这个 OK，这种它的状况还 OK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拿去捐。所以现在很多祖屋楼下都有那个黄色的那个桶，它叫 CLOOP，CLOOP。 OK 他们会回收这些布料的东西，只有布料吗？布料、书包、枕头也可以。这床底都是工具，比如油漆的啦、手套啦、锁匙啦，一大堆工具就对了。我随便拿一堆上来，你就看到都是一些工具来的。来，这些都是一些工具。对，这个是玩游戏的那些， arcade 的，这个很值钱的，这些你回去你还可以拿来玩为哦。什么你会收这个啊？对，是我老婆去拿的，不能去哪里拿来的。哦，真的哦，很多他哎。收到现在，但是他没有拿来换东西，好浪费哦。你认为可以留吗？他反回问你耶。为什么要留呢？给他的孙子一玩。对他可能给他孙子玩。我觉得既然爸爸你这么会做一些手工艺品的话，我觉得为什么不要利用这些东西，可能来做一些放在家里摆设，好过就这样丢掉。讲真的，你捐出去丢出去也没有人要的，对吗看我有没有？时间咯。但你不要跟不会讲没有时间，他每次讲有没有时间，有没有时间哦。有多忙？贝壳类。贝壳类的。说真的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做哈。那天来的时候，我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做。不答应你这些东西的。为什么呢我也没有时间。这个灯的设计师真的是用贝壳类做起来的，然后你就可以用其他的对帮忙粘起来啊就这。样连看。哪里有时间去练这些东西？你的孙做，女儿做，你以为他很勤劳哎？这是你的家事，我还是不要管那么多。这些
bicycle 的爸妈不要了。像这些工具呢，安哥？安哥的工具能够分为2种种类，纪念性和功能性。纪念性的工具，我们就由安哥自己来筛选，给他收下自己喜欢的。功能性的工具，我们就先筛选出需要用到的。如果某些种类出现重复，我们就减少分量，只留下1、2个。其实有些东西是很重复的，我们单单从这个剪刀，真的需要到这些东西吗？这2个没有用了，全部都不需要。不是全部要这个 OK， 这个 OK 啊，我这些不要，这个已经大的没有，等一下那下面还有还很多的，没事，因为他自己知道。至少他懂得怎么收嘛只。有这些。我也还不错哦。从这一堆里面，爸爸只选出了这一小部分，其他的都不要。就是床底下呢，大部分98%都是一些工具。但是我这样看爸爸这样的取舍的一个方式跟那个态度，我还挺放心的。这个橱里面东西都是你的，爸爸应该是没有，里面都是之前我小时候买 fast food， 然后有那个免费的玩具。OK， 女儿，现在我要问你了，这整间屋子啊，有你的东西吗？应该是没有，是没有，是没有。 basketball、netball、跑步什么都有哎，真的啊你不要小看他，运动健将哦每一样都有哦。像这些讲座呢，我觉得留下来是很有意思的。到时呢，设计师做人家橱柜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必须要把它摆好它，对吗而？且我觉得你摆出来了之后呢，你还会去把它擦，把它清洗一下，因为你摆在里头真的是你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精力去把它拿出来。 OK， 我看到你的东西，看到爸爸的东西，难道妈妈的东西没有在这里了吗？一样都没有吗？刚才我不是看到那个神车在里头啊？妈妈以前是裁缝师，对对，他会在他的房间做，做给谁？可能邻居或者是他的弟弟妹妹常常会叫他修改衣服。哦，啊，我听说他是在一户人家帮忙做这些的。所以这个是他不在了以后，你们把它留下来，留到现在。哇，这个是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了，这不可能叫你们取舍，不可能。而且爸爸，你看到这些，你有什么回忆吗？我看到你这边很近哦，一直看着这些真车。妈妈以前是裁缝师，对对，他会在他的房间做。基本上呢，我觉得呢，妈妈的东西呢，当然是必须要留下来的，因为是一个很好纪念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也必须要把它摆放出来，至少这个家里面还有妈妈的存在感。那的存在感嘛，对不对？说到存在感，你刚才讲说女儿啦、爸爸啦、妈妈呢，还有孙呢。我不相信你家里这么多东西没有孙的东西都在哪里？应该是后面这边了。你说这个吗？这些都是他的玩具啊。但是之前我都不明白，你给你的孩子在哪里玩？有地方给他们玩吗？地板上。自己找位咯。就是找东西玩，没有，是吗？他会跑去外面的。哎呦，还去到外面玩哦。那等于不是没有回到家的感觉。这些玩具是他平时都在玩的吗？有 Play-Doh 一定会有的。哦，是吗？比如说孩子玩具太多了，对吗？我们想要取舍一点，其实最好的方式是要孩子一起做决定。如果小孩子已经是4、5岁，可以沟通了，他们了解比较懂事了，他们听得懂，其实最好就是要尊重他们。就问 OK， 这个玩具，比如说哦，黑黑了，干掉了，坏掉了，妈咪丢掉啊 ，OK， 我就拿去丢掉，这样子会比较尊重他们。既然这玩具都跟你的孩子有关系，我们能不能请他出来一下？他在哪里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 OK， 那弟弟来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凯聪，海聪，几岁？11岁。11岁，这些都是你的玩具吗？以前是。以前是。等一下啊，没有讲真话啊，小孩子是不会讲骗话对，的，阿公讲你还有玩的嘞，他每次看着你玩的。都没有了，没有啦，还是这个积木是你玩的？是你现在已经不玩了，怎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？他现在玩手机的游戏啊。这些，你现在这样大了吗？如果我们捐出去给需要的小孩子或者孤儿玩，你愿意吗？愿意啊。哦，Ray 的方法很好，他不只是教大家怎么收纳，他也懂得教跟孩子之间沟通的一个尊重。所以这些玩具除了妹妹的，我们留着，是不是这样意思？到时你把这个玩具呢筛选一下，哪一些是妹妹的，哪一些是你的，你分哦。所以基本上呢，
Ray 呢已经大概教了你们怎么做了嘛，对不对，宝爸？你都清楚了，对不对？从刚才你收这个床这个位置哦，我就觉得你进步很多哎。工作人员说你大概80%都丢掉了，跟捐出去啊。这个不要了。太多了，我的工作太多了。有些是蛮漂亮，只是有一点旧了。哇，这种太好看了！你看这是 sandpaper。所以你教导有方哎，我们吃个饭回来他就已经学会了。所以你们全部东西都放去外面了。还有一箱跟我请教也是。他叫你帮他清掉一下是。请我们来帮他做杂工的。我是觉得哦，这些东西可能说不要丢掉，你可以拿来卖掉。这个就要交给你们了咯。哦，我们帮你卖啊。啊，对咯。所以宝爸，请问这些全部可以送去那边回收吗？你跟我送哦。这个你帮忙我一下，那些铁全部给我清掉。是的，皇上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帮他做吧。我帮你来吧，来。OK， 好，来。OK， 这个给我搬出去。OK， 遵命。哇，爸爸，你看，我们把这个地方也清完了。 Yes, very good。这是为安哥区设计的客厅，整体设计是用中世纪现代风，它的线条都非常简单和硬朗，给人的感觉宽敞明亮。这个风格也叫中古风，通常会用木头和石头材质，配上鲜明的颜色来表达。这个设计他一定很喜欢了，尤其是安哥区的，因为他收集很多古董嘛，再加上这个有复古味道，他一定很喜欢。还有重点就是你实现了他吧台的梦想哎。是的，因为安哥区的客厅空间有限，所以要实现他的梦想并不容易。到底我是怎么做的，到时再让你知道。哇，你还卖关子，弄得我很紧张，我也很期待哎。好，转右就到了。哦，到了。耶！这里呢，就是由一对妇女收藏家所经营的复古商店，然后他们就是把他们的收藏爱好变成了一门生意，在这里你就能够买啊，或者是借这里的复古物品。但是我拿这些东西来，他们要不要的啊？这个你就不用担心，转左你就见到 Rebecca 了，我就可以跟你解释一下。来 ，Hello Rebecca。哎，Hello，你们好。这位就是安哥区，嗨，所以关于你的问题，安哥区你不用担心，因为这里呢，其实他们跟你一样，他们也会收集一些职业上会常用的工具，还有厨具，甚至还会收一些旧的机器，就比如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那这些东西能不能够转卖给你啊？嗯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啊。那你们是怎么判断这些物品的价值呢？是根据它的品质，还有它的需求，还有它的年份。哦 ，OK， 那安哥去来到这里，你看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呢会勾到你的回忆的？现在在我前面就有3盏那个路灯，就是以前人他们就是用的这些修路啊，就放在那个路边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有些机构甚至会来到这里借这些物品来为失智症患者提供治疗，希望他们能够勾起一些回忆。所以安哥去，你开心吗？你这些宝贝都有新的主人了啊，开心开心很开心。那你在这里继续看啊，看而已哦 OK， 不要再买了。女儿，你要看一下了，要 make sure 他不会再买了。我现在要去找Roland，OK，慢慢看，慢慢看。打鸡蛋。啊，打鸡蛋。Roland，你今天约我来这里要干什么？跟我上来你就知道了。好啊。哦，我应该是没有看错吧？这个玻璃能够变透明的。对，今天要带你来看的就是智能玻璃所制造的产品。
那在安哥区的客厅里头，在哪里会用到这个智能玻璃？在安哥区的大厅跟厨房之间，安哥区的大厅会比较小，所以我打算用到玻璃门，看起来会比较宽敞。咦，哇，这个玻璃真的是非常神奇哦。那它的透明度是怎么转换的？哦，小型的。这是用2片智能夹胶玻璃夹着1片智能贴膜，每导电时它本身是雾化的，一导了电它就会透明。啊，哎，可是我发现到我们一路走来都没看到这些电线，电线都埋在边框里。难怪看不到。那最终在安哥区的客厅里头，你们用哪个款式呢？我会做一个开关，这样也不用怕找不到遥控器了。哦 ，OK， 哇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，我自己试一下。安哥区系列怎么样？心情如何？心情很兴奋啊！啊，第一次看到新家了。哦，是哈？为什么呢？爸爸第一次装修。哦，所以特别兴奋，特别紧张，是不是？对。不要等好不好？马上上去看好不好 OK， 来。哒哒！怎么样？有没有达到你的要求？啊，太好了。啊，你看到那个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这个好的吧？安哥区希望客厅能有一个吧台，还有一个展示柜，我将2个结合在一起，这个就是安哥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小空间。哇，安哥区一直在看你，他们在他非常开心，他真的很开心。他可能看到一些东西很奇怪，为什么有一个门在这边？为什么这些东西在这边？没关系，我们让罗伦给你解释，为什么那边有一道这样的门，好不好？来。吧台的旁边是2个房间的入口，我在这边装了一道弹簧门，配合吧台的设计。安哥说你要做 cowboy 对不对？你喜欢 cowboy 的 team 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你可以走出来这样，开门给你。那这个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对，这个是什么来着？那你不懂啊？我不懂啊，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安哥区是希望客厅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对所以这个架子其实拉下来，层板连接在一起，会变成一个餐桌。哇，这样就变成一个餐桌，哎，很厉害的。因为你要把烤灯做了就没位置了，他竟然可以做一个餐桌给你们呢。然后到时候你们不能用的时候，把它折回去，孩子们还是可以在这边玩哦。啊，还是有活动空间，哎，这一点真的很厉害，要给你加分的。哦，那主任，我看到那里哦，这里还有很多空间，要不要过下面看一下？我们过下面看一下，来。站在这里呢，我真的感觉很不一样，因为跟之前比起呢，真的是位置没有很多，而且呢，现在哇，空间真的很多。有啦，有一样东西啦，你要说这个你要说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，就那张床，对不对？本来是一张床，现在有一个很舒服的沙发给你休息，给你睡了。因为有孙子跟孩子嘛，这个地方空间比较大，可以玩游戏啊，还是玩耍，还有这个电视柜，还有整个家的橱柜都是用我们公司 EcoPly 来做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一起看的智能玻璃门，不同的是我增加了一些线条，除了提升设计，另一个用处就是避免家人碰撞。这个天花板也是比较特别的，是有原因的吗？这个天花板是用木条还有灯带来设计的，它会给人家比较一个舒服跟温暖的感觉，然后也会加强了整个设计的概念。他真的很用心啊，给你们设计一个这样漂亮、这么舒服的客厅哦。说说你的感受嘛。很好，这样的设计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。哦，是哦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哦，对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的。没有。搬进来多少年这对，位置？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地板对吗，很符合这边的设计。是保留的，对。对。是厉害的，因为如果地板不换的话呢，其实有时对设计师来讲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。但是你保留后，你还能够配合整个这样的设计，我觉得你真的很不错了。谢谢啊，给你加分，真的不错，加油！另外东西我真的很期待呢，就是收纳的部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次我们收纳东西都是要收在柜子里面，今天我们收纳是要展示出来的。哎，这个收纳的学问我们真的好好学一学的，要跟谁学？跟我们的收纳达人谁呢Ray。
我们来欢迎 Ray。看到这个空间，感觉如何？觉得很舒服、很舒适、很温暖这样的感觉。而且我跟你讲，Roland 特别设计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让孩子们在这里玩的。所以有孩子就有孩子的玩具吗？对，在我们在收纳之前，我其实想了解一下，安哥，通常你收东西的时候呢，你会喜欢把东西藏起来，还是喜欢看到你的东西？藏起来。哦，你喜欢藏起来啊？为什么呢？之前这个客厅很多东西摆放不容易，所以要收纳。单单看他以前那张床，就知道他喜欢藏起来，不知道是一张床在那边，不知道。还是别人的东西藏起来，自己的东西摆放出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一点点这样。对了，所以可能比如说孙子的东西。偶尔来，我们就把它收藏起来。自己的好看的收藏品，我们等一下就教你怎么摆放好，对吗？首先我们先分类，因为我们已经打算这里是来收小孩子的东西，对吗？有一些卡。好，卡 game 好，卡就可以跟 board game 一起，可以。这个跟这个是一个游戏，这个是 board game。哦，这是 board game。然后这个是 stacking 卡。对，好。OK， 基本上我们就分类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好，我已经准备了一些收纳盒子。这个盒子呢，它是很像半透明的，是很好看，可是你还是看得到里面的东西。对，我们刚才找到了蛮多玩沙的玩具，对吗？因为沙比较肮脏，所以有一个自己的盒子会比较好。好，另外一个就收这些卡片的 board game 直立式的放。重点其实是因为如果呢，比如说就拿这卡片对吗？如果我这样子放，我都不知道最下面的那个卡是什么了。可是如果我全部站起来的话呢，知道你要哪里，就知道是哪一个卡了。这些呢，它的盒子也是蛮旧了。其实盒子不需要的，对吗？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很像袋子。哦，收纳袋。很像我们有 Ziploc 对吗？可是 Ziploc 用久了它会破洞。而且重点又是透明的，所以很清楚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对，哦，而且占的空间也比较少。是。那这样的排法是有原因的吗？有，其实我们就是尽量把比较高的放在后面，矮的放在前面，这样子你看得到这些玩具是什么。对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应该摆放在哪里？摆上。因为刚才 Mr. Chi 也是讲，其实孙子的东西他比较喜欢收在里面嘛，所以这个电视柜有2个是有门的，我们您说这2个？对，在这里。好，剩下这个盒子来 Celia。OK，来。因为那个盒子也是比较多 board games， 我们就不要放那个盖子，这样子一个盒子全部这样拿出来就很方便。那设计师也是有用心良苦啊，做2个橱柜给他们装，就不要再买太多玩具了，因为小孩子会长大的哦，买浪费钱了，对不对？对。OK 好，然后其他这些开放式的橱柜呢？这些呢其实很好摆放那些已经拼好的积木，因为拼好了不要再拆开来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展示在这里。这里是小孩子的展示柜哦，大人在那边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过去那边？我们今天就是拍卖会，开价，我们要跟观众来标来开玩笑，这是真的我很期待的一个环节，因为我们从没有做过一系列是把物品摆放出来的一个收纳方式嘞。如果啦，昂哥去，你会怎么样摆放？选一个就好。那应该是拿一个真车这样。哇，这个因为是我太太留下来的。哇，听了都很感动嘞，所以你决定把它放在中间是不是？所以一个专业的一个尝试的话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摆放才是看起来又整齐又舒服又觉得很大方很得体？旁边的都是小小的格 ，OK， 我们就拿比较小型的摆设品先放旁边，这个铜的。一个小电话在这边，一个大电话在这边，还有一个电话的。对，安哥，我刚才你就放在这边吗？一起放在一起吗？可能要平衡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放到另外一边。这样平衡，OK。可是同样一层哦。它的方式是可能尽量做到比较平衡。哇，这么多东西你有本事弄到平衡，我算你厉害了，真的吗？我们尽量嘛，我们尽量。OK， 好。安哥，这个是你亲自做的吗？对。你自己做的？我记得那时候你有一包很多包的贝壳，我们叫你不要浪费掉，把它摆放出来。所以你真的是哇，您在这个灯上看起来真的很漂亮哦。如果是妈妈在这边哦，孩子在上面，然后爸爸也在下面的意思哦，因为他爸爸亲手做的东西嘛，代表爸爸嘛，对不对？可能先对这个瓷器的这个。这是瓷器的电话。对，看到这个很漂亮的花瓶。有一个瓷器的。所以这个呢就可以放在这个白色的电话的下面。OK。哇，这样看上去真的是很漂亮又很舒服哦。所以剩下这些的话呢，就怎么放呢？
因为这里吧台下面还有展示柜下面还有一些收纳处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收在里面。然后这个是爸爸的那些所谓的一些工具呢，也是可以摆放在这里嘛。它可以用一些有盖的收纳盒，这样子就比较危险，然后就收在下面。刚才已经教过你们说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教爸爸怎么收纳，然后就摆放在下面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去放，这个我帮你放，这个有点重。桌面上就是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是吧？哇哦，还有呢，OK 嘞，还有刚才那个角落都还没有想到嘞还没有。想到要放什么？ OK， 那边有一个新是让我去找有一个家庭照全家福啊，有办法找到啊，有，我现在去找。 ？OK，你找看。我跟你一起找。 OK， 好，你们先去找。我拉女儿去。哇，真的是 OK。哇，我这样看真的很漂亮哎，那灯光有起到那个效果哎。我觉得好看。现在就差一张照片，如果找到全家福，那就是十全十美了。怎么样找到？ OK， 来真的有啊！有。好看，看一下，这个多久以前拍的？哎呦，哎呦，哪一个是你？我当然是最小的。这个啊。哎，真的找到以前的照片，这张照片真的很值得怀念呢。所以它颜色也跟那个木色也蛮搭的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要爸爸自己亲自放上去。爸，来，安哥去自己放上去。这样这样放这样。哇，哦，漂亮。好吧，好好仔细看看，怎么样？满意吗？ OK，可以。我很满意哦，我觉得看真的很舒服哎。所以爸爸只差一样东西，就是要你亮灯仪式。你去看那2盏灯，去看。当当，哇 ！OK， 好 ，OK， 安哥去。喜利啊，其实我真的也很开心啦，看到你们终于有一个很完整的客厅，然后又很整齐，达到你所有的愿望。我们制作团队也替你们感到非常开心。所以安克去，你一定要好好维持这个客厅啊，因为我相信希利你也是会监督他的，对不对？对。 OK， 所以你们要一起合作，一起把这个地方维持得整齐、干净、漂亮。因为到时候我们回来突击检查，如果不合格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把你的家具全部搬走。然后跟他们讲拜拜，不会发生的啊，不可能发生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们啊。 OK，一定要加油啊！加油！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我有一样东西需要你跟何们帮我的，啊，要搬什么东西？之前搬床，现在要搬什么？我拿出来。嘿，其实我有打印出这个东西哦所以我需要你们2个帮我签名。然后这什么？然后屋子卖给我们了。没，这个不是地契，我要提醒我爸爸把这个客厅整整齐齐。然后你要把它放在一个地方，常常给爸爸看到的。对可以，这个我一定签名。这个马上签名哦，这个哦。OK，这是我们2个签名哦。安哥去，记住哈，每次看到这个东西的就提醒你把东西收拾好 ，OK？ 我们就把它贴在这边的。这样每天都看得到。 This place, it finally feels like home. My, how we've blossomed, how we've grown. Through the trees and over hills, we found a valley where the sunshine grows. 我很喜欢这个客厅，现在的客厅比较明亮，看起来很温暖。谢谢加减乘除的改造，让我40多年的房子终于有了新面貌。我的宝贝也终于能被展示出来。对爸爸的客厅很满意，很开心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儿女的初衷，就是希望爸爸能够清掉客厅，然后有一个舒适又宽敞的地方可以休息。我们3兄妹呢会提醒爸爸保持我们客厅的整洁干净，像现在一样。想要用一个整齐又干净的屋子呢，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，是看你想不想，看你要不要。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我父母亲有个舒适的家。加减乘除教会我收纳，断舍离是要用对的方法。学会了收纳，煮饭变得更方便了。新的厨房现在变得更加宽敞，我们一家人也可以一起吃饭。我现在也有很多的空间，也可以跟老婆一起吃饭，不用再自餐了。搬来这里20多年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家里变得这么漂亮。接下来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有更温馨、更美好的回忆在这个空间里。我喜欢这个房间，谢谢大家。
我会保持这个房间。这个系列的一些物主呢，应该是看到之前的一些系列，他们已经有一点点收纳的一些感觉跟概念，只是不懂得怎么收纳，没有一个正确方法教他们。我也看到这些家人都很尽力的想要维持这整个空间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继续加油。还有呢，汉伟大哥希望在第4系列，我还是能够继续当你的助理，我们一起加油。